高达作为以近未来战争题材为主的动画，在那枪林弹雨般的战场上，却总有那么几台主打近战的机体，为观众们上演一幕幕精彩的新世纪砍王的戏码。那么今天 UP 就根据作品热度与模型的受欢迎程度，细心挑选了10台让广大高达粉丝印象深刻的近战机体，并稍微做了一下排名，看看你喜欢的机体在不在其中吧。Top 10剑装脉冲。如果说剑装强袭是把斩剑刀、大张一刀流与高达这个 IP 成功组合的第一达，那么在乘着高达 C 的热度播出的高达 C 的 D 中，伴随着激动人心的 BGM 华丽登场的剑装脉冲，可以说是为这台机体吸足了粉。而在随后飞鸟爆 C 的成为狂战鸟时，剑装脉冲更是完美诠释了斩剑刀的正确用法，也让飞鸟从此对斩剑刀爱不释手，少了这个武装连仗都打不好那种。更可贵的是，它不像强袭过了版本就无人问津，在新剧场版中，剑装脉冲也以全新的涂装样式登场，前不久其 RG 新品更是在开预定的一瞬间就被一抢而空，人气还是相当可以的。Top 9老虎。其实 UC 宇宙中，尤其是正剧中，真正意义上纯近战机体真的是非常少。像元祖那样有光束军刀、光束长矛外加流星锤的，已经算是相当近战向的了。而作为吉翁紧急研发出来针对元祖的机体，老虎的近战武器虽然也只有热能刀和热能鞭，但纵观整个 UC 宇宙也算得上是相当近战化的了。我是说在动画里登场过的机体啊。相对于老虎，近战机体强人气有所欠缺，砍王伊芙利特又普遍活跃于外传作品，受众群相对比较少。反观老虎，不但原驾驶员蓝巴深受老观众的喜欢，其衍生机体老虎 B3 更是在 OVA 中表现异常出色，说它是 UC 宇宙近战扛把子机体，没毛病吧。Top 8艾比安。虽说艾比安的模型种类并不是很多，但比较热门的产品线上基本都是能看到它的身影的，且是相当受玩家喜欢的。这台机体最大的特色就是突出一个纯粹，一把高出力光束军刀，一个热能鞭，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武器。就算是身处于高达 W 系列中，在高达逆母合金几乎硬到没边的设定护体下，敢于开着这样的机体出去战斗，对驾驶员来说也绝对是心理素质要过硬的。这一点相信玩过高达 VS 系列的朋友们都是相当清楚的。只要玩艾比安，就能完整体验在近未来战场上没有远程武器的痛。Top 7命运。其实命运是一台全能型机体，近战远程中距离应有尽有，只不过碰巧遇到了飞鸟这个驾驶员，基本所有主要的战绩都是靠这把斩剑刀来打出来的。再加上命运搭载了光辉传递者系统，两军对垒光翼一斩，无论是视觉冲击力还是无与伦比的速度感，都给人一种这机体好像就是拿来近战的错觉。另外呢，除了斩剑刀，命运还搭配了掌中雷以及回旋镖，都是高达作品中相当时髦的中近距离作战武器。而在各种模型中，回旋镖也追加了光束军刀的用法，可以说是补齐了近战武器的最后一块拼图。说是近战机体也没什么问题。Top 6地狱死神。要是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啊，地狱死神我甚至想把它排到第一，原因可太多了。无尽的华尔兹是我的入坑作，迪奥是我最喜欢的高达角色，而死神呢也是我当初最喜欢的机体。尤其是当他在剧中登场时，圆月之下，蝙蝠翅膀一展，大镰刀一挥，当时给我整个人都看愣了啊！机器人怎么能设计的这么酷？而且他的 TV 版前身死神高达登场时，直接在水下使用热能武器的画面，也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可以说是给小小的我一点点力大专飞的震撼了。不过考虑到死神出的模型数量对比前面那些大哥还是稍微逊色了那么一些，因此呀，就算我很喜欢，也就不把它放到前5了吧。Top 5海盗叉1。原谅我找不到什么海盗的动画资源啊，主要是每年4月1日都说海盗要动画化，结果每年都等不来海盗动画，那我也没办法呀，就拿焦达的画面凑合凑合吧。其实从模型玩具的角度来看啊，海盗高达的设计真的是非常出色，身上藏着各种各样的武装机构，特别符合海盗那种阴险狡诈的感觉。再加上被设定为可抗光束的斗篷，光这些呀就已经使机设十分有个性了。之后呢又追加了全覆盖装备、雀屏碎机弩、村正狂刀，那真是把机体武装到牙齿了。如此拉风的设计，使得其虽然未出过动画，却依然受到无数路人的青睐，实打实的硬实力。Top 4红翼端。
与海盗一样啊，都属于外传漫画中的机体，不过区别在于，与红翼端长得非常像的 M1 翼端，也就是量产红翼端，在正剧中啊是有不少画面的。以当时高达 SEED 的流量，加上高达与冷兵器50刀的组合，红翼端真的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一经问世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而机体随后的更新也是主打一个越来越夸张，从可变成背包的机械巨剑，到尺寸极其夸张的150太刀，都是非常知名的外挂装备。在超高人气与独特机设的加持下，翼端也一跃成为了万代亲儿子之一，几乎在各个产品线上都大放异彩，也算是高达系列商品价值最高的外传机体之一了。Top 3，巴巴托斯。米卡。可以说呀，铁血这部动画整体的背景设定，就是为了让高达能够拿着铁刀铁锤出来肉搏的这盘醋而包的饺子。而巴巴托斯呢，也不负众望，在高达用冷兵器打铁的这个赛道上，可以说是一骑绝尘，几乎成为了代表性的存在。毕竟像红翼端虽然有冷兵器50刀，但由于其是高达 SEED 的番外篇，因此战场上还是以远程兵器为主的。而铁血就不同了，几乎每个机体都标配了各种近战冷兵器，这也使得巴巴托斯在动画中的冷兵器打斗描写，相较于其他系列呢，真的是遥遥领先的。再加上阿拉耶识系统的特性，会暴走的高达即视感极强，也足够令人印象深刻。Top 2，能天使一家。我记得当初看完00第一部，印象最深的就是能天使手里这把真人剑。能天使本身机设就属于轻量化的，武器就是手上的一把真人剑以及若干可投掷光束剑，而刹那前期又是一个纯靠机体性能的莽夫，因此呀，基本上他每次登场都是冲上去一顿乱砍，并时不时的用真人剑摆出各种中二 pose， 以至于我在看00第2季时，总感觉00高达少了什么。其实呀，就是标志性的真人剑没了，只有最终决战时呢才有装备。我至今都觉得啊，00那2把复合光束枪来做主武器，还是差了那么点味道。但不管怎么说，能天使一家作为高达 TV 动画中首个主打近战的主角机，还是值得给一个第2的位置的。Top 1，神高达和武斗传重机体。相信刚才我说能天使一家是首个主打近战的主角机时，很多人啊都会提到闪光高达或者神高达吧。其实从机设设计上来说啊，无论是闪光高达还是神高达，还真没有太多近战机体的特征。毕竟他们的主武器啊就是2把光束军刀，这玩意儿基本是个高达主角机都有。之所以他们会成为近战机体，完全是因为驾驶员会武术，他们不过是驾驶员的替身罢了。如果加上驾驶员们的招式，那这些机体啊也个个都是近可欧拉欧拉，远可哈多根的，攻击方式那是完虐死神和艾比安的。而玩具方面呢，虽然武斗传大多数机体都挺冷门的，但神高达还是相当给力的，尤其是这几年啊 ，RG、MB 神高达都出来了，看来多蒙老同志也是宝刀未老啊！一台主打武侠功夫的机体，放在近战机体排名的榜首，谁敢有异议？有意就让那台高达来跟神高达打一架，感受一下什么叫超级系高达吧。